他能被副官左右吗？我看他就是个共产党。你认定吴梦祥肯定是共产党？我肯定，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肯定，他要不是共产党，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师部居然给人端了。人呢？人到哪里去了？你告诉我。共产党俘虏的名单中见不到他的名字。人在侍从室。什么？吴梦祥今天上午回来了，而且已经见过了校长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千真万确。他这么大的胆子，居然还敢跑回来？那你告诉我，他是怎么解释的？他说他是装病，从共产党的医院里逃回来的。谎言，这根本就是个谎言。我仔细问过了胡子奇，胡子奇说吴梦祥是被他的副官陷害的，但是吴梦祥的手下桂系的刘虎成认为，吴梦祥肯定是共谍。蒋先生怎么说？蒋先生表扬了他，说他千辛万苦逃回来，是难得的忠诚。蒋先生糊涂了，这以后可是个大祸根呐。蒋先生怎么安排他？老地方，重回侍从室任职。那我就想个办法，把他调离侍从室，最好是西南地区，在我的控制范围以内。你去调查吴梦祥，找到确凿的证据。蒋先生要的不就是证据吗？我可不敢查他。为什么不敢？我一个小少将，人家是中将，又是宋女士的干女婿。再说，石杰红的面子又那么大。你就说，我要你去调查的。是。出了这个门，吴梦祥的事儿，不准再提半个字儿。是是。整编86师打散了，你们是怎么安排的？我们被收到了胡子奇的整编第11师，胡子奇的编制几乎扩张了1倍。看来胡子奇是捞了不少好处啊。可桂系的损失惨重啊。
就回来了，我好担心啊！没事了，宝贝儿，我回来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你过来。你要当爸爸了。一定要赶在美国人之前把奎叔送到四川去。美国人要找奎叔了解施正信的案子，何将军才同意放人的。要是没有美国人，何应钦长官就不放人。还是美国人好使啊！你这一回毁了日本人的基地，还把奎叔救出来，也算你有点良知。杨老师的事儿，这事儿我们过不去。奎叔，送你去机场。咱开车。你、我、子琪、孟祥，咱们4个是大学同学，在班里边也是咱们4个关系最好，可以说是相互都比较了解。你呢，是朴实、多谋、谦恭、深沉。子琪是自负、专断、勇猛矫捷；孟祥是豪爽、圆润、高朋满座。你自己呢？那得你说。生性多疑，心狠手辣。但是现在，有人说孟祥是共产党，你觉得呢？谁说的？子琪。子琪是怎么说的？子琪没有直说，他只是说，孟祥很可能是被副官利用了。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，请说实话。孟祥要是共产党，我第一个告诉你，我也会第一个抓他。临沂之战，孟祥的可疑之处太多了。我还怀疑柳飞云是共产党。吴孟祥让梁同告柳飞云是共谍，似乎是为了让梁同扫除异己，争取得到战略司司长的职位。梁同却以为可以制造混乱，转移注意力，让吴孟祥得以脱身。哎呀，李孝如撤了，陈诚吃了败仗，现在没什么话好说了。战略司司长的这个位置，应该是你的了。当然，我知道呀，这有点亏待了你。你过去是作战部的次长，啊，现在最起码也应该是参谋次长吧？这点大局观我还是有的。战略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现在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人安插到这个位置上，
这不能理解。是呀，陈诚推荐了梁同，你要是不出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一较高下。报告，进来。曾局长来了，请。白长官，哈哈，曾局长大忙人儿，难得有时间光临我寒舍呀。哪里，刘将军也在啊。哈哈，来坐。请。哎呀，曾局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，有话直说吧。好，那我就不拐弯了。何应钦将军让我调查林仪的事情。看来是怀疑有共谍呀，不然曾局长不会出面的。你们总是说我和你们贵系的人过不去，我真是有苦难言呐。直到今天为止，我依然是在奉命行事。有话你就直说吧。梁同将军怀疑柳飞云将军有通共的嫌疑，所以我先来报个信儿。要这事儿告到校长那儿，有些事情恐怕就不好办了。他到底是怎么说的？说柳飞云将军的作战主张完全呼应了共军的作战行动，让李先洲集团突围就是把肉送到共军的嘴里。看来是另有人指使呀，想逃脱责任。陈诚，你败就败了，何必这么下作？战略司长的位置，有人想和你抢啊！啊，何应钦将军的看法有所不同。何将军让我调查吴孟祥将军，吴孟祥的嫌疑也很大。刘将军，您在作战现场，吴孟祥有没有问题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你的看法对我们很重要，能协助我们的调查。如果他有问题，也就能洗清您自己。我可不是陈诚。何应钦签了突围令，难道也想找个替罪羊？何应钦怀疑吴孟祥，梁同怀疑我，我是不是应该也怀疑梁同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啊！再说了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由蒋先生批准，部队也是按照计划行事。如此的查来查去，今后谁还敢打仗？啊，这不是影响部队的士气吗？我能不能看看校长批示的作战计划？我可以给你看。哎，我现在就去找蒋先生。我们贵系遭到了如此的重创，到头来还是我们贵系的不是了啊！来人，到！备车。是。曾光熙为了得到贵系的支持，调查吴孟祥，他将梁同对柳飞云的怀疑作为了礼物送给了贵系，以缓和矛盾。这在无意中加剧了贵系、陈诚和何应钦三者之间的矛盾。
哎，小王，哎，我订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都在楼上，请。好，谢谢啊。小罗，有什么可疑的人吗？在雨伞摊那儿有一个女人在挑雨伞，还有馄饨摊儿，卖馄饨的那个人在我门口看，再有就是礼品摊儿了，也站着一个男人。我总觉得有一些事情不太对劲。自从赵恒轩盯上这里，我就觉得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姓赵的死了，也没有什么道理撤离呀。老罗，我有点担心你的安全。老方走了以后，我们在思想上要有充分的准备。危险是难免的，万事只能自己多加小心了。走的时候把这个拿着，看上去像是买东西。这个，这是没有冲印的胶卷，如果发现危险的话，就让它曝光。里面我拍摄的是柳飞云制作的山东作战计划，蒋委员长已经同意了。柳飞云现在是战略司的司长了。那陈诚对你怎么样？陈长官现在对我是有一点意见，他说我攻击柳飞云呢，是为了战略司长的这个职位，说我已经不择手段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在战略司的工作不好做。我跟柳飞云呢，现在是水火不相容。不过柳飞云这个人，倒是也有点意思。啊，对了，这次去山东啊，我就不去了，是让柳飞云和顾祝同一块去。那陈诚同意吗？陈长官说让我休养一段时间，避避风头。我估计这次老蒋骂了不少人吧。6万人啊，全部都是精锐。现在大家都说，就是6万头猪，共产党也要抓个3天3夜。结果呢，不到5个小时，全都给歼灭了。这么不禁打，只能说明是治军无方。吴梦祥，哼，也逃不过挨一顿骂的。孟祥这小子受嘉奖了，啊，说他忠诚是孤胆英雄。只有他一个人呢，从共产党那儿跑了回来。也有人说他有共产党的嫌疑，可是委员长认为是所有的人都想推卸责任，拿吴梦祥当替罪羊。那看来这一战是捅了各大派系的马蜂窝了。何应钦也说吴梦祥有共产党的嫌疑，结果也让委员长说成是推卸责任。吴梦祥的路子倒是挺硬的。孟祥呢，在国民党上层方方面面的关系维护得非常好，再加上石继红先生的背景，所以关系确实是很硬。鲁南之战让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受了很大的打击，国民党现在高层悲观的情绪非常的严重，内斗得很厉害。蒋委员长呢，现在是各打50大板，表面上看平息了这些矛盾，但实际上内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你要特别小心你自己的安全。我明白。老方临走的时候呢，让我告诉你，你和米兰妮之间尽量保持最正常的交往，不要再去求证任何关于何美惠的事情，尤其是不要和她发生感情纠葛。米兰妮近了，却又远了，远的梁同已经不能再去触碰。老方的指示让梁同想起了泰戈尔的诗句：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树枝无法相依，而是相互瞭望的星星，却没有交汇的轨迹。情况怎么样？皮草店那儿，曾局长没再去过，梁同将军倒是去过几次。你知道他去干什么吗？
不知道。玄爷，最近还真没人再问您了，他们应该已经相信你已经死了。看来这个罗浩斌水很深啊，我们要在他这里入手。你去准备一下，等他们出了案子，一出了案子，我们马上下手。好嘞，这就去办。去吧。好嘞。你怎么来了啊？你明天就要走啊？是啊。哎呀，跟催命似的。重庆警备司令的位置空缺了。这个调令来的有点突然，这里面不会有情况吧？不会吧？副院长亲自下的令。再说了，我也想离开一段时间。我觉着何应钦还得跟我较劲呢。何长官把校长给弄生气了，他还敢跟校长对着干？明着是不敢，暗着可就不一定了。你不也监视柳飞云的吗？我越监视这个柳飞云，我越觉得呀，这家伙就是一共产党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呀，多半是为了吸引注意力，好让我逃脱罪责。你的事儿啊，主要是子琪帮的忙比较多，给你说了不少的好话。你说我们几个人真出了一共产党，这不是笑话吗？这贵系的刘虎城说你呢是共谍，我们就说贵系的柳飞云是共谍，大家就这么搞，到时候看谁搞得过谁。这事儿呢，陈长官给我背了黑锅，现在所有的人啊，都以为是陈诚指使我干的。陈长官啊，现在让我自省呢。好事儿啊！现在是陈诚越骂你越好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跟陈诚有矛盾，这样就会有人主动来拉拢你。陇南事件以后，陈诚的势力受损，你也得小心退路啊！现在战略司柳飞云掌握实权了吗？对，陈长官推荐的。我这么一闹呢，他跟贵系之间的矛盾就加剧了。为了平衡一下，也是缓解缓解吧，所以呢，就要有一个姿态，和我划清界限。实际心里面啊，是很不情愿的。你得继续告他，啊，把战略司司长的位置夺回来。我会见机行事的。何应钦怀疑武梦祥是共谍，被蒋介石大骂了一顿。他并没有就此罢手，一方面他让曾光熙转入了暗中的调查，另一方面想办法把武梦祥调出了侍从室，脱离蒋介石的保护。武梦祥不知是计，欣然前往重庆当警备司令去了。梁同攻击柳飞云是共产党，陈诚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，推荐柳飞云担任了战略司司长，以缓和和贵系的矛盾。国民政府国防部战略司正式进入柳飞云事件。报告，烟台东路成功，胶东地区已经被攻陷了。大家干得漂亮，继续工作。现在可以说，整个山东已经全部在我们手里了。多亏了胡子奇呀！如果没有他的整编11师占领南麻镇，我们就不可能重创粟裕，也不可能把共军的华东野战军赶到黄河以北去。是啊，此战和莱芜之战的布局是一样的，其结果却是两样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让人总司令告诫，说明战术没问题，问题在人。胡子奇
可是陈诚的嫡系部队呀。柳飞云获取了战略司司长职位，桂系非常高兴。而国民党完全没想到的是，柳飞云在这个重要位置上将为共产党发挥特殊的作用，关键时候，甚至还将为梁统铺路。按照上级的要求，梁统必须争取2个主动：一是利用国民党派系斗争争位置的主动；二是在战略布局上争取主动，以提前为下一步的大决战打好基础。诸位，山东一战我们获胜，蒋先生很满意，已经颁发了嘉奖令，希望大家继续努力，把共军彻底消灭。前一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，今天放假，大家好好调整一下啊，可以去了。怎么，你不去休息一下？长官，仗虽然打赢了，但有些事情难以释怀。你呀，梁统，你还在为柳飞云的事情耿耿于怀啊？长官，这一次幸亏是胡子奇警觉善战，要不然我们11师就会被全歼在南麻镇一带。哦，这一次战役的布局跟之前我们吃亏的战役是一样的，唯一的不同就是我11师的官兵能攻善守，他们坚持到了外围的部队，进行了合围，重创了共军。现在确实是赢了，大家皆大欢喜。可是我要试问，如果是输了呢？我们11师的官兵就会尸骨无存。长官，11师是您的基干部队，是国军的5大主力之一，经此一役，我们的损失非常的惨重。让我们的主力深入到如此的险境，到共产党的口袋里面去，他柳飞云安的是什么心？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现在是党国的关键时刻，我们不能总考虑本系统的利益。此一役虽说危险，但结果还算不错。你这次调兵遣将，督促救援，也是功不可没呀。山东确实是光复了，可是纵观全局，我还是心惊肉跳。您来看，由于我们集中兵力进攻延安和山东解放区，导致我们的后方非常的空虚。今年6月，共军的刘伯承、邓小平已经强渡黄河，挺进了大别山，直接威胁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，还有武汉3镇。陈毅粟裕的华东共军进入了豫、皖、苏，陈赓进入了豫西，3路人马已经在相互策应，在黄河还有长江之间广大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攻击态势，这牵制了我们1半以上的兵力，使中原地区由国军进攻共军的重要后方变成了共军前进的基地，整个战争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还有就是大别山，白崇禧将军对共军进行了围剿，共军华中部队最后分别撤出了大别山区。但是我一直在想，刘伯承是军中豪杰呀，他为什么要涉险进入到黄泛区，进入到物资奇缺的大别山？他一定是有目的的。说下去，这个目的就是东北，共军一直在有意的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把大的方向给丢失了。在我们逐鹿中原的时候，没有加强对东北的打击力度，这就等于坐视共军的发展，让共军的部队有发展的时间。一旦共军左部在东北发动总的攻势，我们南线的部队就被死死地牵制在中原，不能动弹，无法对东北进行支援。如果我们南线部队
北上支援东北，那么共产党3路大军就会南下直扑南京。我认为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的。延安现在已经成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包袱，在军事上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可在政治上，如果把它放弃了，影响又太大了。在延安，牵制着我们几十万的兵力，这些兵力放在任何一个点上，都是可以改变战局的。长官，我不得不再重申一下，柳飞云确实是有共谍之嫌的，他鼓动上层好大喜功，迷惑领袖，不顾全大局，要不然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？请长官您相信我，我绝不是因为战略司长这个职位。你的分析我需要考虑，对柳飞云的怀疑到此为止，不要再多说了。把你刚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。那天应该是中午，一个国军军官来了我这儿，后面跟着一个副官。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像是俘虏，陈参谋对他们像对待客人一样。你能确认他们的身份吗？不要下大去，否则你会犯错误的。我帮他检查了身体，他的心脏左边有1颗子弹，是原来旧伤留下来的。你看见他们的军衔了吗？看到了，可是我不认识。是五角星吗？是金色的。是金黄色的五角星。是金色的。有几颗？好像有2颗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是2颗。那个副官呢？那个副官，我是在我们总指挥部的参谋部见过。我确定他是我们的参谋，所以我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内应。你还记得那个参谋叫什么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只知道他是陈老总的参谋。肯定是马孝勇。这个马孝勇我们调查过，他是吴梦祥的随从副官。牡丹会战之后，他就失踪了。这样，你安排把专人专列卸到南京，交给曾光熙局长，相关的一切材料都交给他一并处理。我会提前通知曾局长的。时间紧迫，柳飞云启动特殊渠道，将消息报给了上级。
同时，他利用给曾光熙打电话，利用吴孟祥担任蒋介石侍从室参谋的特殊身份，为抓捕吴孟祥增加困难，争取时间。喂，曾局长。哦，柳司长，你好，你好，有事吗？曾局长，出大事了。什么事啊？我们徐州剿总捕获了一名共军的军医。依照这个人的供述，吴孟祥恐怕是共谍。你调查他的事，恐怕要坐实了。什么？根据那名共军的描述，种种迹象都指向了吴孟祥。再联系到他在山东战场时的种种表现，最轻也是个通共的罪名。我专人专列，把人给你送过去。柳兄啊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来得太突然，我还来不及思考。德兄啊，你是久历官场，这其中关窍，还请赐教啊。这个曾兄是个高手，无需我这个局外人多言呐。柳兄啊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谦虚了。此事关系到党国的存亡，也关系到贵系的荣辱啊。你想，吴孟祥通共，那白长官也有失察之过呀。曾兄，说话要凭良心。就说吴孟祥就任86师师长一事，是委员长定夺，国防部任命，与我们有何关系啊？还请明示。柳兄息怒，柳兄息怒，小弟是慌不择言，道歉了，道歉了。柳兄啊，跟你说句实话，兄弟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，还请柳兄给指条明路啊！这是曾兄分内之事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是个局外人，多嘴违纪呀。柳兄，你是胸怀大局，足智多谋，在军界是有目共睹的。此时此刻，帮兄弟一把，如何？何老总看吴孟祥看得很透，你可以去找他试试。多承指教，大恩不言谢。我马上去见何老总。看蒋介石怎么收拾你们。曾光熙在放下电话的一瞬间，就对吴孟祥失去了兴趣。虽说吴孟祥和自己也是兄弟一般的感情，但他必须被抓到，不然没有办法交代。曾光熙现在感兴趣的是，通过对吴孟祥的抓捕行动，能不能引出他的同伙？引出的又是谁呢？从西边，然后再插进去，来个大包围。你看这个方法好不好？何总。哦，来了。你好。ようこそ。看不住。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？需不需要我帮你换个地方？いえ、アメリカ人が監視しています。どこへ行っても同じです。也是。以后我们再来看你。每一次与冈村宁次先生谈话，我都受益良多。如今共产党已经是今非昔比了，所以还要请冈村宁次先生
多花些心思，多帮我们研究研究。共産党は我々共通の敵です。お任せくださ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？跑到这儿来找我？您的判断得到了证实，山东那边抓了一个共党的人，那个人是